胖媳妇最近变得特别虚荣，因为啥呢？她不是找到她的亲生爸爸了吗？他俩现在吧偶尔也说说话。然后他这个亲爸呢，我能理解，可能是有点补偿心理，总觉得他亏欠他这个大胖儿子挺多，就老跟他说，爸爸当年走的时候啊，确实是身无分文，也没给你留啥。但是现在呢，我过得挺好。你要是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，你要记住我在。大胖媳妇看完一点没感动，跟我说他啥意思啊？他现在过得挺好，我过得差呀。我可不想过得穷的时候找他求助，我只想过得好的时候跟他炫富，害我过得不好。我现在就想跟他嘚瑟，我现在有多幸福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亲爸远在加拿大，也没有咱们的社交软件，也不知道我是谁。我家呢这些房啊、车呀这些大的硬件我还没买呢，所以他呢现在想炫耀，但没有抓头。直到昨天，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在三里屯拍到了我的广告大屏，老气派了。人发了一张图，他心生一计，跟他亲爸开始约。哎，咱们明天打个视频电话呗。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打字，咱这次打个视频。他爸说行。第二天，大胖媳妇下班直奔三里屯，查的时间表，听说大屏是7点钟准时有我，他6点多就去了，开始踩点走位，因为他想藏嘚瑟于无形，就他想要那种效果，就是松弛感炫耀。他设想的效果是这样的：一会儿他爸给他电话打过来，他呢从这个点开始走，哎，聊聊天气，聊聊身体，走到这儿，这时候就应该停到这个点位，然后这时候后边大屏幕啪嚓我就出现了，像一个巨星一样闪亮。这时候他呢漫不经心回头，然后云淡风轻地说：啊，哎，对了，这是我媳妇儿，她搁这儿呢，今天老有，我的爱人，她算是明星。结果啥都准备好了，掐着点7点钟跟他爸打个电话，正好走到他设计的点位，他知道下一秒屏幕要换，刚跟他爸说这是我媳妇儿，胡军出现了。他爸顿了一下，挤出一抹笑容说：哦，多棒的小伙子，爸爸祝福你，祝福你。他就搁那想，这个屏它是滚动的，我再跟我爸多唠一会儿我媳妇就滚出来了。熬着他爸打电话不让挂，尬聊20多分钟，我也没滚出，给他气坏了，给我打电话问我你搁哪呢？7点半了，你咋还不滚出来呢？我说我那个就放3天，已经撤了。但是你说给我拍的多好看，那是因为啥呢？因为修丽可 AG 那双我用了老多瓶了，不止30%波色因促成4大胶原，更抑制胶原糖化流失，紧致提升垮脸白白。搭配修丽可 AG 眼霜，波色因加眼周肽强强联合，鱼尾纹都变淡了，早上用还很消肿。大胖媳妇非常沮丧，最后失望的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哎，你说踏破铁鞋无觅处，我在公交站点，大胖媳妇没有爸可以炫耀，把出租车司机当亲爹待。哎，这是我老婆，你。大胖媳妇终于下车合了个影，作为证据，再打车的时候上车就跟司机嘚瑟。这是我的媳妇，快点的，这不是这个广告牌是这样的，我的广告旁边是大闸蟹的广告，人师傅都已经开走了，他一直跟那司机说话。他说：“哎，那牌上是我媳妇。”师傅只能从后车镜回头看了一眼。你媳妇谢霆锋啊？大胖媳妇说：“你看谢霆锋旁边是啥？旁边那个就是我媳妇。”师傅又看一眼，你媳妇大闸蟹咋的？大闸蟹咋的？平时大胖媳妇嘚瑟我都挺烦，但是那天晚上我还真特别希望我的照片能在三里屯大屏幕上出现，陪他打完这通电话。我了解他，我知道他平时大大咧咧，啥都不在乎，但是生命里一直渴望一个来自父亲的认可，而这句认可他一直缺失。我们很多人其实也一样，硬着头皮跌跌撞撞前行，可能都在弥补小时候没有听到的那句“孩子，我为你骄傲”。你刚才是不是差点让出租车司机给打了？我们一家出去玩，从郊区回来，在高速上，然后司机就错过了一个下高速的口，然后他就想问司机说：“你是不是瞎？”然后你咋说的？你是不是瞎？对，他问人家你是不是瞎，人司机说：“你说谁瞎呢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说你瞎，叫皇上你瞎。”然后跟人说：“你现在不瞎，啥时候瞎？”你说我瞎？你说他是汉语，一天目的地和目的也分不清，一上车老告人司机自己目的在哪儿，打个车打的孤魂野鬼的，整的把人司机接着他都不敢踩油门，不想上路。前几天自己去火车站接拿铁去了，上车非常流利的说：“北京朝阳站。”人家司机呢就想确认一下下车地点，说：“出发呀。”我老公说：“出发呀 ，Let's go。”到了出发层，我老公发现这口不对，跟司机说：“不对，不是这里。”司机说：“我问你出发呀，你说出发呀。”我老公也很委屈：“那你问我出发呀，那肯定是出发呀，那要不然我跟你玩呢。”司机说：“你应该说到达。”我老公说：“你都没给我送到地方呢，我到什么达？这属于拒载的一种。”司机说：“你接还是送？你自己不知道吗？”我接我儿子，我知道啊。还是送是谁呀？还是送是谁呀？他现在真的是北京出租车司机命中的一道坎儿。那司机跟他说话吧，你说鸡同鸭讲呢，你对不起鸡鸭；你说驴唇不对马嘴，你都对不起那驴唇。我说你别出去祸害人了，咱家可以考虑买个车。我说你中国车太多了，我不敢上迷糊。今天有机会让你看一下这个雪佛兰全新克鲁泽，让你试试车，走。OK， 我走吧。你快进来感受一下，我都怕你进不来。哎呀妈呀！就连你都能在里边随意蠕动的车，这空间可挺旷的。这个蛋，这个饭特别酷，敢睡在床上。你想说的是这个岛和这个风很酷，感觉在船上。你看这车能唱歌。I don't care what they're going to say. Let the storm rage on.
车也不贵，我支付得起，你给他锁里头。我爸特别呛我，他跑调。我跟你们说，当你的伴侣莫名其妙开始减肥，肯定不是好事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以为他这样的男人应该是最可以放心的那种？不然呢？趁我出差，背地里已经开始主动约美女了。前2天我和他一起陪孩子出去玩，报了个舞蹈兴趣班。刚开始人不爱跳，跟我说，我有这个特殊的人设在，就是各种运动天赋异禀，用你们的话说，也叫苗子。我觉得这个人设咱们不要破坏它。我说你想多了，苗子，从你给你肚子上的肥肉助长开始，你早已给自己拔苗了。我咋劝都不行，直到舞蹈老师出现，一个甜美的微笑，苗子自己就上场了。哎呀，跳的那个认真呐！第2天我出差去，人自己带着载我打就去了，还跟老师讨论。我觉得我的气质更适合 jazz， 而不是 hiphop。比起这个街头流行元素，我更喜欢那种魅惑张力。然后认认真真跳2点都不下课。关键是吧，他是奔着上次那个老师去的，这次这个他不是一个人，他都没看出来。舞社的人给我发视频说，哎，你老师自己来了，你咋没来呢？我才知道这事儿。你看看跳的，就是忘情，就是认真。哎，你看咱这苗子，落枕中带着丝滑，油腻中透着谄媚，紧紧跟随着老师，但没有一个动作做一样。你说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就再来一首，循环往复，这涂鸦艺术，随身听调高几度，随着音乐和步跳到海。他回来我就问他，我说啊，听说你跳舞去了？说我得减肥。我说我天天跟你说减肥，你咋不减呢？他说你不鼓励我，人家老师说我了，他说你瘦了也挺帅，就是我不带劲了。And I'm handsome。我说这句话里那个也呀，在汉语中不是递进，是假设。他说的意思是 ，if you are thin， 那么你可能handsome，不是 not only you are thin but also handsome。人不信，说我挑拨，明天还要去。彩玲，干嘛呢？就见王蒙吗？你见王蒙紧张吗？我紧什么张呢？咱说咱也是咱讲话呢，见过世面。冬奥嘛，不冬奥也是我也要上冬奥大项，就上去就属于摘金那种的。就冬眠嘛，我要上冬奥大项，冬眠也是有技术的，上去就是不行嘛，属于卫冕。我在冬眠这个领域属于就是哈喇能给自己呛死的那种，就是那种也挺厉害。我第一次接触滑雪是一种什么偶然的机会呢？就有一次我在一雪坡上，完我长得小嘛还矮，让我姥爷给我装戳子里了，完一脚就踹下去了，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属于单板。他是属于他一见冰他就来劲儿，那属于冰孩子。我不需要物料，我属于就是不用冰。汗海，走，就是哎呀，你这瞅你紧张的手都直嘚瑟，不就王蒙吗？哎呀妈，走，会，淡定一点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是的。王老师在哪儿？哎呀，就是你好，我也不行了，没事，这我就有点冲水，没事啊。紧什么张呢？咱说咱也是咱讲话呢，见过世面。